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拒绝嫁给禽兽不如的未婚夫，只因前世婚礼当天，我死拉着未婚夫不让他去，就被困在火海的寡嫂白婉柔。直到婚礼仪式结束后，他再赶去救人，人已经被烧死了。为此，马向阳跟我大吵一架，甚至要和我离婚。出于愧疚，我不仅将爸妈的抚恤金拿出作为补偿，甚至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，主动替他伺候病重的爸妈和寡嫂的儿子马小军。直到我因劳累重病在床时，我一手带大的杨子竟将我活活烧死在病床上。死后，我的意识化成魂魄飘荡在空中，竟然看到了40年前葬身在大火中的寡嫂白婉柔。她不仅没有死，还跟丈夫在一起。妈，那个贱人终于死了，以后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跟爸在一起了。还好你当年是假死，还用了他的身份上了大学。江满月这贱人阻碍了我们几十年，他的死就当是对你的补偿。再次睁眼时，我回到了婚礼当天。江满月，你又在闹什么脾气？婉柔如今遇到危险，我现在必须要去救她。要不是大哥当年救了我，早就死了。我可是欠了嫂子一条命，你不要在这里不懂事捏酸吃醋，快点放开我。痛苦记忆重叠，马向阳说出的话和前世完全一致。我清晰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一切，将是我万劫不复的开始。我猩红着眼眶，抓着马向阳的手腕越发用力。我可记得这次是江满月第3次办婚礼了，这次再结不成婚，不得被笑话死？马副主任可是非常在乎这个寡嫂，我看他这次肯定又要丢下她了。江满月，你不要任性，否则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却松开了手。向阳，你说的对，大哥和大嫂对你有恩，你这条命都是嫂子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马向阳怒骂的话被堵在嘴边，厌恶的眼神正愣住。他本以为我会阻止他不要去救人，想不到我竟会让他去救白婉柔。我忍着翻涌的恨意，唇角努力掩饰着心底的冷笑。哼，这一次我不仅不会阻止你救人，我还要亲自送你这个渣男进火场。走啊，快点去救人！不等马向阳反应，我拉着他就朝着火场而去。棉纺厂仓库冒着浓浓的黑烟，此时有不少员工都端着水盆匆忙灭火。而看到火势的马向阳彻底慌了，万分担心那柔弱不能自理的白婉柔。他顾不上那么多就要冲进去，却不想被紧跟而来的刘翠花一把拉住了。儿子，你不能进去！妈，你快点放开，婉柔还在里面，我要去救她。哎呀，不行，不能去啊！江满月，你站那干什么？赶紧拉住她！看着婆婆刘翠花阻拦的架势，我心里早已清楚，白婉柔根本不在仓库里。从一开始就是她和白婉柔策划的一场骗局，无非是想搅黄我的婚礼罢了。只是马向阳似乎还被蒙在鼓里。儿子，婉柔她不在。刘翠花焦急中正要开口说出真相，我直接扑上去，抬手抡出3个大嘴巴子，狠狠扇在她的脸上。妈，你竟然这么狠毒，难不成想让嫂子被烧死在里面？刘翠花直接被打懵逼了，想不到向来讨好又逆来顺受的我，竟然敢动手打她。你敢打我？妈，要是嫂子有个3长2短，大哥在天有灵怎么能安心？刘翠花老脸憋得通红，还想继续开口，我抬起脚就踹了过去。向阳，快点去救嫂子！马向阳想不到我竟然如此懂事，眼里竟露出感激，转身冲进火海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！你这毒妇，你想害死我儿子？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想救嫂子？他根本就不。刘翠花脱口而出的话顿住，硬是憋屈的将话咽了回去。这老太婆果然早就知道，毕竟我一直对白婉柔非常不满，他们笃定我会阻止马向阳救人，可是他们都错了。重生后的我恨不得他去死。我冷漠的看着马向阳飞奔进入火场，然后转身朝着棉纺厂的后门走去。只因我记得火灾当天有个来棉纺厂报道名叫秦冉的女同志，想来白婉柔只是想点个火引起慌乱，谁知道火烧大了就逃跑躲了起来，而那具被烧焦的尸体应该就是这个叫做秦冉的姑娘。我快速来到仓库后门，果然听到了门内传来微弱的呼救声，救命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我立刻叫来管理处的人员，打开后门将人救了出来。是一个17、18岁的年轻姑娘，脸上被烟熏的漆黑，奄奄一息倒在地上。她就是当初被当成白婉柔烧死的女同志。因为第一天来报道未来得及办理入职，大家都去吃喜酒，没有人注意。而这次我将人救下来，倒是看看白婉柔还能怎么装死。别怕，没事了。火很大，不一会儿消防人员也赶到了现场。刘翠花在大门口急得团团转，一见到我安然无恙，便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。贱人，你跑去哪里了？你竟然骗我儿子去救人！她满口诅咒，举起手就朝着我的脸颊挥了过来。你这个贱人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刘翠花被打懵了，恼羞成怒，还想扑过来动手。刘嫂子，你在干什么？厂长啊，这个贱人想要害死我儿子，自己躲起来不去救人。哼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这位刚来报道的小同志就是他救的，他可是棉纺厂的救人英雄，你咋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上来打人？你有这时间撒泼打滚，还不赶紧送马同志去医院治疗？此时冲入火场的马向阳被消防人员抬了出来，马向阳满脸漆黑，左腿更是血肉模糊，多处烧伤惨不忍睹。刘翠花见到儿子变成这样，哭着扑了过去。哎呀，儿子，你这是咋了？婉柔啊！马向阳颤抖地伸出手，嘴里还在叫着白婉柔的名字，下一秒他竟直接晕了过去，最后被抬着送上救护车。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，真是可惜没能烧死他，不过他这德行就算不死也得残了。
眼看着马向阳被救护车拉走，我却并没有跟着前去，而是直接来到了主任办公室。江同志，马副主任不是被送去医院了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主任，请问我跟马向阳的结婚申请提交上去了吗？结婚申请昨天就提交上去了，怎么了？孙主任，麻烦你将结婚申请驳回，这婚我不想结了。孙主任面容正愣，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棉纺厂谁不知道我爱惨了马向阳，7年来对他那是死心塌地。小江、向阳这是做错了什么？这婚为啥不结了？孙主任，我只是想明白了而已，强扭的瓜不甜，麻烦您打个电话将结婚申请驳回。你可想好了，这结婚申请要是撤回的话，就不能后悔。主任，我不后悔。我眼神坚定，看起来没有一丝的动摇之色。好吧，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。他立刻拨通了婚姻登记所的电话。小江啊，婚姻登记所还没有审核，已经说好会将你的结婚申请驳回，申请驳回大概3天后才能收到。我紧张的手心冒汗，听到这话，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从主任办公室出来，我如释重负的往前走。算时间，还有半个月，大学录取通知书就会到。这一次绝对不会让这对狗男女得逞，我要夺回自己的人生。女人已经饿了3天3夜，而一旁的婆婆一家却吃着大鱼大肉，而他们日子之所以这么阔绰，全是吸了女人的血。只因女人前世是个恋爱脑，不仅把父母一半的抚恤金给予婆婆一家，甚至还把父母留下的房子让给婆婆一家住。如今女人重生归来，是要让他们一家加倍偿还损失。你这个蠢猪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就凭你也配进我马家的门？赶紧收拾东西滚出去！眼前的孩子正是他曾经养育栽培40年的白眼狼养子马小军，而换来的却是被他活活烧死在病床上。如今好不容易重活一世，他可不会再惯着他。说罢，江满月便拿起一旁的扫帚就朝着他的屁股上抽了起来。小年纪就满嘴喷粪，这是你家吗？房产证上写你名字了，要滚也是你滚出去！救命啊！听到动静的马红霞一出来便被吓了一大跳。江满月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打小军！你赶紧放开他！你信不信让我哥不娶你这个泼妇进门？若是从前听到这样的威胁，江满月肯定会慌乱的连忙道歉。毕竟上辈子最怕的就是马向阳不娶她。而此时江满月只想问候他全家。一旁的马红霞见江满月不语，还以为是自己的话，奏了笑。知道害怕了吧？还不赶紧给小军道歉！呵呵，给他道歉，道歉的应该是他。他要是不道歉的话，我今天就把他的屁股抽了。话音落，他继续在他屁股上使劲抽着，下手毫不手软。对不起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直到他哭的气都上不来，江满月这才满意的松开了手。记住你说的话，以后要是我再听到你胡说八道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这女人今天是疯了吗？往日里见到我屁都不敢放的人，竟然敢对小军动手！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哥回来，一定饶不了你。哼，饶不了我，这会他的小命都要没了。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转身回了屋，看着自己挤在这巴掌大的地方，而马向阳一家却占着父母留下的主次卧室，怒意瞬间又涌了上来。前世的我可真愚蠢，竟然拿着爸妈的血汗钱给这些人渣花，还好爸妈留下的6000块钱抚恤金还有一半。可正当他打开藏着抚恤金的盒子时，却发现里面啥也没有。江满月不断地梳理着前世的记忆，随即便想到了一个人。前世这个时候，由于白婉柔没钱给他弟弟娶媳妇，他便找到了马向阳要他出这些钱。可马向阳的工资还要养自己一家，哪里还有钱给他？于是就把主意打到了江满月身上。只是他当时并没有答应，说是要等结婚后再说。而藏钱的地方除了他也只有马向阳知道，想必就是这个渣男偷的。江满月强忍着心里的怒意，这口气他可咽不下去。马向阳，这钱我一定要让你一分不少的跪着吐出来。翌日一大早，江满月收拾好东西便赶到棉纺厂，刚到厂门口就碰上了人事部的李主任。江同志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不是辞职了吗？什么辞职？我没有打算辞职啊。江同志，可是你婆婆今天早上专门打电话过来，说你要辞掉质检员的工作，打算专心在医院照顾烧伤的马向阳。什么？那我婆婆有没有说我辞职后我的岗位如何安排？这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辞职后岗位就给白婉柔。此时江满月只觉心里燃起一阵强烈的怒气。李主任，我没有想要辞职，刘翠花也没有资格替我辞职。哎呀，但是你这边辞职报告已经批了呀。江满月心里咯噔一声，国营棉纺厂本来就是人人都羡慕的好单位，他这个质检员的工作清闲，有不少人都盯着呢。而白婉柔是纺织厂的纺织工，工作辛苦，工资还最少。之前马向阳就明里暗里想要让他辞职，让白婉柔顶替他的工作。江满月捏紧了拳头，他真是低估了这一家子的无耻。这个职位是我父母用性命换来的，刘翠花一个外人凭什么就能替我辞职？她不是你婆婆吗？这不都是你们早就商量好的吗？江满月看得出来这件事就是他们早就串通一气，就等着他吃这哑巴亏。哼，李主任没有经过我本人同意就私自让我辞职，你这是利用职位之便以公谋私。你收了马向阳什么好处？你可别胡说，我才没有收受贿赂，这是马向阳可跟我提前打过招呼了，只要给他办好了辞职，就能把我侄子安排到采购部了。行，既然李主任不肯承认，那我就只能去监察部门去举报你。说完他扭头就朝着外面跑去。
啥？去监察部门举报我？马向阳不是说他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吗？今天怎么忽然发疯要举报？他没签字就给办了辞职，这事儿本来就违规，他要真去举报可就完犊子了。我干的那些事儿可经不起查呀。哎呀，江同志，快回来，都是误会，你们也都别愣着呀，赶紧把江满月给我追回来。就这样，江满月在前面跑着，李主任跟几个同事在后面追得满头大汗，他不顾在后面追赶呼喊的众人，直接跑到了医院。江满月，你怎么才来？向阳被你害成这样，你竟然一整晚在家躲清静，是不是你把我的工作给了白婉柔？没错，婉柔比你聪明能干，你既然嫁到我家，那就做好当媳妇的本分，专心辞职在家里面照顾好向阳，这工作当然就应该给他。原来他就只配在家里当保姆，原来就算榨干自己奉献出一切，他们还嫌弃他不配。前世他隐忍了几十年，这辈子他绝对不会再继续忍让。他盯着刘翠花那喋喋不休的臭嘴，直接一巴掌把他扇晕，拖着他到了旁边的厕所，端着装着洗拖布的脏水直接朝着他泼去。你嘴巴这么臭，那就用脏水好好洗一下。说完便径直向着马向阳的病房走去，只是还未靠近，就听见窸窸窣窣的说话声。江满月探头仔细听了听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好了，婉柔，你别哭了，我一点都不疼。可是，一想到你要跟那个江满月结婚，我的心就疼极了。听到提起江满月，马向阳眸子里面多了一份厌恶。我娶她不过就是为了她的钱和房子，我才不会真的碰她。等她把工作让给你，回头就让她在家老老实实的伺候咱们。真的吗，向阳？当然是真的。马向阳缱绻地拉着他的手，两人不自觉靠得越来越近，最后竟不顾一切地亲了起来。不要脸，非常不要脸！你们这对狗男女居然在病房里面偷情，今天终于让我抓到你们了。女人只是去医院探望未婚夫，谁料刚进门就看见他与寡嫂贴在一起，你侬我侬。忍无可忍的我一把抓起寡嫂的衣领，连续给了她10几个温柔的大嘴巴子。江满月，你快点住手，那是你嫂子啊！哼，嫂子，你还知道她是我嫂子？白婉柔，我平日里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勾引我男人？要不是我来探病，都不知道你跟马向阳还背着我在床上亲嘴，看我不扇烂你的嘴！江满月嗓门越来越大，眼看病房外已经围了不少的人看热闹，而此时李主任也正好带着人追到了医院，刚到病房门口就听到了这么劲爆的对话。真不要脸！大白天嫂子跟小叔子在病房搞破鞋，两个人看着长得挺排场的，想不到也干这种乱伦的事情。我昨天看见那男的被烧伤送来，这女的抱着他哭哭啼啼的，我还当是两口子呢，想不到竟然是他嫂子。病房门口议论纷纷，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，所有人都带着鄙视的眼神看着他们。这疯女人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这要是我和婉柔被坐实乱伦的事传出去，那今后真是没脸见人了。满月，你真误会我了，我是听说向阳受伤，心里太急了，毕竟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，而且他是看在死去大哥的面子才对我照顾有加，你不能这样污蔑造谣我，大不了我今后再也不来就是了，求求你不要误会我好不好？白婉柔这一番半若绿茶操作，几句话就把江满月说成是个疑心重、好吃醋还小心眼的女人。此时一旁沉默许久的马向阳也顺势说道：不就是咱们的婚礼没有办成，我答应你，等我身体好了再办一场就是。我跟嫂子清清白白，你不要因为这种事捏酸吃醋，如今还敢动手打人，你给我马上向你嫂子道歉，否则休想让我原谅你。若是往常他这个态度，江满月早就慌了，肯定第一时间低三下四的道歉，可此时江满月却满眼含泪，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。好，我道歉。听到他要道歉，马向阳眼里面的怒色渐渐缓和。我就知道这女人离不开我，如今不过是因为婚礼抛下她就寡嫂闹脾气而已，想要博得我的一点关注罢了，只需要我威胁几句，不就老老实实低头认错了？可下一秒，江满月却哇的一嗓子大喊道：我错了，错在结婚当天让丈夫丢下我去救寡嫂，让他英雄救美，毁容断腿，也错在不识抬举，不肯让出工作，让你去贿赂李主任，将我的工作送给寡嫂。我更是错在亲眼看到你们抱在一起，连嘴都亲上了，还只能说没有关系。你这是道歉吗？道歉？开玩笑，这一世我要将你们俩狠狠地钉在耻辱架上。江满月，你给我闭嘴！工作是你自愿送他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你别血口喷人。我血口喷人？李主任，我本人都没有签字离职，那辞职报告是怎么交上去的？李主任脸色铁青，眼看着他还要继续往下说，他一声令下，几个同事就要上前来拉住他。见这些人是软的不行，想要来硬的，江满月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麻绳，直接跳到了凳子上，看得众人一脸懵逼。你们都别过来，今天不把工作的事说清楚，我就吊死在这。江满月，你干什么？你赶紧下来！要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闹出人命，那我这人事部主任的位置估计都不保了。是满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赶紧下来好好说，先把他哄下来再说，反正工作都签好字了，他江满月再闹也只能认栽了。等回了家，马向阳随便说几句，他还不是得乖乖听话？白婉柔，你别过来！
大家都来看看，棉纺厂采购部副主任马向阳跟寡嫂苟且在病房里亲嘴，两人还贿赂人事部主任李长生，以公谋私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丈夫跟寡嫂偷情，如今工作也被他们抢走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不活了。病房门口瞬间又围过来不少人，里里外外全是看热闹的。哎呀，这个妹子看着年纪轻轻的，咋想不开要自杀啊？听说自己的未婚夫跟寡嫂偷情，被他捉奸在床。那男的是棉纺厂的什么副主任？这男的为了寡嫂，背地里还贿赂人事部的主任，抢走他的工作。啧，真是太惨了！要是我也想要上吊自杀。马向阳气的脸色一阵红一阵黑，浑身颤抖。江满月，你赶紧下来，这件事有误会，我们好好解释清楚。此时一旁的李主任已经快要站不住了，他愤愤瞪着马向阳这个罪魁祸首，要不是听了他的话，也不会惹上这大麻烦。江满月，你有话好好说，千万别想不开。只要你下来，工作的事情我们可以再谈。双方僵持着，江满月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。医院怕事情闹大了，赶紧报了公安。很快，2个穿着制服的公安赶到了病房。这位同志，你先下来，你有事情可以跟我们说。我现在只想要回我的工作，工作不还给我，我就吊死在这里。江满月，不就是工作吗？我这就让李主任将你的辞职报告收回来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不嫌丢人吗？别在这闹脾气了，赶紧从上面下来。白婉柔狠狠地瞪了江满月一眼，没想到他随便闹腾几下，结果工作又要还给他。而江满月早就看出来他们的想法，这质检员工作肯定保不住，就算现在答应还给我，回头随便找个由头照样能把我撵走。如今是1983年，这工作顶多还能再干个10来年就到了下岗潮，而且还有半个月大学录取通知书就要到了，到时候这工作我也就不需要了。想到这儿，江满月便一反常态道：行，这个工作我不要了。闻言，众人顿时面面相觑，不太明白他为什么忽然改变了态度。而此时，白婉柔唇角勾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：白婉柔，你不是想要吗？那我就把这个工作卖给你，3000块钱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白婉柔傻了眼，她还以为江满月是心甘情愿要把工作让给他，怎么还要钱？3000块钱，我哪里有那么多钱？江满月，你疯了吧？竟然想把工作卖钱！我告诉你，1分钱都没有，还想跟你嫂子要3000块钱，简直是做梦！什么？想要工作还不给钱？那我还是去死吧！说罢，江满月做事又往里挪了挪，吓得下面看热闹的人纷纷惊呼：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还去刺激他？万一真出了啥事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是啊，要是江满月真吊死在这，事情可就真的闹大了。我好不容易做到副主任的位置，绝不能让他给毁了。江满月，你明知道嫂子没有钱，还故意为难她。哼，我为难他，他想要我的工作，我收钱有什么错？难不成还想白嫖？软饭硬吃的嘴脸不要这么难看。被江满月这么一怼，马向阳的脸色瞬间憋得通红。算了吧，向阳，这工作我还是不要了。我不想因为我让你们夫妻俩产生误会，如今还闹到自杀的地步。嫂子，你别这么说，分明就是他不懂事。江满月，你听话，赶紧下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这钱眼下我暂时没有，大不了让你嫂子借到钱了再给你，行吗？切，你是没有钱，但是棉纺厂有啊。李主任一听，立马反应过来，顿时点头同意。对，我们可以帮你凑，赶紧去找厂长，让他拿3000块钱过来。一旁的员工一听，立马撒丫子的就往外跑去。中间僵持着大约半个小时，这期间他们虽然多次劝解，可江满月丝毫不在意，直到厂长气喘吁吁赶了过来。来了，钱拿来了，这是3000块钱，江同志你数数看。这位同志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拿来了钱，就赶紧下来吧。呵呵，果然是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发疯之后，这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。你把钱拿过来。白婉柔阴沉着脸，极不情愿地拿着钱走了过去，递给他。要不是外头还有看热闹的人，他真想上前赏江满月一巴掌。给你，满月，我知道你一直对我这个嫂子心存不满，但你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来威胁我们啊！钱都已经拿过来了，快点下来吧。江满月置若罔闻，一把将钱夺了过来。钱我就不数了，万一少了，我会再让你们补给我的。就当所有人松了一口气，以为这件事要结束的时候，江满月却大喊一声：公安同志，我要报案！眼前的男人发现了奇怪的一幕，这个女人明明之前对他言听计从，可今天不仅敢敲诈自己3000块钱，甚至还扬言要让公安把他送进局子里。公安同志，我存在家中的钱丢了，那是我爸妈的抚恤金，一共是3000块钱，我怀疑是我家里有人盗窃，我要求将这个贼抓获归案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钱丢了？就是放在我床底下盒子里的钱，你反应那么大，难不成是你偷的？我怎么可能偷钱？满月，你是不是没有看清楚？我陪你回家再找找。就在这时，刚才被泼了一身脏水的刘翠花正嚎叫着要找江满月算账，结果刚到病房就被江满月指着鼻子。公安同志，这2个人还有这个老太婆都是嫌疑人，他们跟我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我的钱就是在家里丢的。你们3个人跟我们去一趟派出所接受调查。跟我没有关系，别抓我啊！刘翠花刚到就被当成贼，急得赶忙辩解。眼看公安上前就要将他们给带走，一旁的白婉柔也是连忙否认，也不是我。他目光焦急地看向马向阳，那眼神不言而喻。马向阳也终于不装了。江满月，钱是我拿的，当初是你说好结婚要当嫁妆，我提前拿了就不算是偷。
马向阳，不问自取就是偷，我现在不想跟你结婚了，你把我的钱还给我。马向阳仿佛听到可笑的话，眼里带着难以掩饰的嘲讽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跟我结婚，你不嫁给我还想嫁给谁？没想到你为了让我还钱，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逼迫我。你别忘了，当初要不是你死缠烂打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多看你一眼的。现在却为了3000块钱非要撕破脸，别忘了我们可是一家人。满月，你这样不是让向阳难做吗？赶紧跟公安同志说这是场误会。哦，难不成马向阳偷了我的钱是给你了？没有，跟我没有关系。白婉柔委屈的低下头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一旁的马向阳见她哭了，顿时火冒三丈。钱是我拿的，跟嫂子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总是为难她？他字字句句偏向白婉柔，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错。周围看热闹的人都看不下去了，义愤填膺的怒骂：这男人可真是不要脸，把媳妇的工作给嫂子就算了，连人家爸妈的抚恤金都偷，分明就是看他没有家人打算吃绝户。我看这男的八成早就和这寡嫂勾搭在一起，狼狈为奸了。这姑娘不结婚就对了，这样的垃圾赶紧抓进去蹲离吧。周围的议论声不绝于耳，两人的脸色难看到能滴出沫来。公安最不愿意管这种家庭琐事，生气地质问着马向阳：既然是人家女同志的嫁妆，如今不结婚的话，那就请立刻归还吧。还回去？拿什么还啊？这些钱已经给了白婉柔的弟弟白大壮娶媳妇用了。江满月这个软柿子，今天怎么一点面子不给我们？江满月，你可别后悔，这钱我一时半会儿还不了。不过我可以给你写个借条。可以。江满月也没再揪着不放，毕竟真让公安把他抓走了，这钱还指望谁还啊？江满月，这是欠条，这下你满意了吗？不行，我要厂长做担保，如果马向阳还不了钱，就要由棉纺厂还。你说什么？马向阳只觉自己被啪啪打脸，一旁的厂长无缘无故跟着背锅，愤愤地瞪了一眼马向阳，但又不好拒绝，只能答应。行，江同志，我做担保，如果他不还钱的话，今后就扣除他的工资用来还债。马向阳如今1个月工资是87块钱，就算是不吃不喝也得3年才能还清，而且刚刚已经借了厂里3000块钱，再借下去的话，怕是饭都没得吃了。拿到了厂长签字作保的欠条，江满月这才满意的从凳子上下来。随后，叔叔对江满月进行一通批评教育，见他认错态度还不错，病房外的吃瓜群众才渐渐散去。马向阳，1个月之内将3000块钱还给我，否则我还是会报公安。江满月，你这样做就不怕我今后再也不理你了？话音刚落，江满月却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来。马向阳，是谁给你的自信？没有镜子总有尿吧？好好照一照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模样？你如今脸毁容了，腿也残了，难不成以为我会跟从前一样看得上你？满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他可是你的丈夫。打住，我跟他可还没成婚呢。我从前是看你有几分姿色，可如今你不过就是个毁容的残废。马向阳，正式通知你，我们退婚了。退婚？什么？听不懂人话吗？江满月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竟然要跟向阳退婚？白婉柔表情惊讶，心里却在窃喜。江满月看得出她眼里的兴奋。白婉柔，你这么喜欢垃圾就送给你，今后不用偷偷摸摸的亲嘴，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砍。你说什么？就你这种女人，这辈子都别想进马家的门。殴打婆婆和寡嫂，就算是要退婚，那也是我家跟你退。哦，那最好别忘了你说的话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江满月，钱也还给你了，工作你也卖了，你竟然还想退婚？况且结婚证都已经下来了，你别再无理取闹了。随便你怎么想，这婚退定了。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向阳，你咋想的？为啥不跟他退婚？我早跟你说过，别娶她，娶了婉柔多好。娘，你放心吧，他是舍不得退婚的，不过就是欲擒故纵的把戏，不必管他。我赌他1天就会乖乖回来求我原谅，到时候他定然会将钱一分不少的奉到我的面前。从医院出来，江满月并没有回家，而是心情忐忑地来到化肥厂家属院。此时院子内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正在扫地。舅舅。眼前的女人不仅能拳打恶毒婆婆，脚踢白眼狼娘子，还能抓奸渣男未婚夫，狂扇心机绿茶婊，可现在却在这个残疾中年男子的怀里放声大哭，只因眼前的男人一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爱她的亲人。月月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怎么了？江满月见到他，眼眶瞬间就红了起来。舅舅王明山是个苦命人，早些年在化肥厂的时候被机器压断一只手臂，全靠舅妈一个人工作，日子本就过得拮据。在他爸妈去世之后，还主动要收养他，可马向阳却说他们是基于他爸妈的抚恤金，偏偏他愚蠢至极，相信了这鬼话。自此，他便跟舅舅一家渐渐疏远了。后来江满月害死寡嫂的事情传开，舅舅因为担心他承受不住压力，大半夜着急出门来找他，却不想被车给撞了。送到医院的时候，人已经凉了。想到这些，江满月眼泪止不住的往外流。见到他哭成这样，王明山被吓了一跳，屋里听到动静的舅妈王翠芬也走了出来。月月这是咋了？是不是被欺负了？赶紧跟舅妈说。看着久违的亲人，江满月哭得更大声了。不明情况的夫妻2人只能轻轻安抚，任由他继续哭着。半晌后，他才从前世的记忆中缓和回来。舅舅、舅妈，我们进屋说吧。月月，你快跟舅舅说，是不是那个马向阳又欺负你了？舅舅、舅妈，我现在已经跟马向阳退婚了。
闻言，夫妻二人对视一眼，都是一脸的难以置信。当初王明山劝她不要嫁，她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，因为这个事情还大吵了一架。江满月甚至放狠话说要跟他们一家断绝关系。王明山心里非常难受，结婚的时候人虽然没有来，但还是偷偷塞了50块钱的红包。江满月将钱和借条拿了出来，随即便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。王明山看着这些钱和借条，顿时怒从心来。这马向阳太不是东西了，我找他理论去。舅舅你别去，这钱我一定会拿回来的。而且就算这件事您摆平了，以后肯定还有别的事。反正我现在想清楚了，我是铁定不会嫁给他的。月月，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舅舅，虽说这婚是退了，可我追了马向阳这么多年，往后再想找对象怕是难了。工作丢了倒没啥，反正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。就是马向阳一家还占着我父母留下来的房子，还有我这些年付出的一切，总得一样一样全拿回来。正说着，就看到一个年轻女孩提着行李包回来了。一进屋看到江满月，先是愣了下，然后立刻皱起了眉头。你来干啥？你不是跟我们断绝关系了吗？又跑来我家做什么？江满月二话不说，冲过去一把抱住了她。宝珠，我才没有说过要跟你断绝关系。你这是干啥？快点放开我，肉麻死了！王宝珠是舅舅的女儿，从小就跟他一起长大，感情不错。可自从江满月一门心思迷上马向阳后，两人便生了嫌隙。后来王宝珠因为舅舅的死去马向阳单位闹，结果第二天就死在了附近的河里。死的时候浑身上下衣不遮体，双重打击下，舅妈也选择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想到亲人上一世因为自己的悲惨结局，江满月暗暗发誓绝对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宝珠，你月月姐退婚了。姐，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当初咋跟你说的？马向阳那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，你要是嫁给他，以后肯定不会有你好日子过的。是啊，还是你看得明白，我现在才算看清楚，谁才是真心对我好的家人。一家人难得的吃了一顿团圆饭，这样的亲情江满月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了。爸妈，我今天去镇上又卖了好几件衣服，赚了13块钱呢。就是最近这天气太热了，要是能开个店就好了。我看中镇上的一家铺子，但是租金人家要1年1000块钱。哎呀，宝珠，卖衣服终究不是长远的事。我跟你妈还是想让你进化肥厂工作，女孩子家要有个正经工作才好嫁人呢。更何况私营小摊位总归没有单位好，而且1000块钱租金太贵了，咱们家哪有那么多钱？爸，私营有什么不好？那卖小笼包的孙记铺子，还有甜品的糕点铺子，生意都可好了。此时江满月的目光看向了他放在旁边的行李袋，正是王宝珠今天摆摊卖的衣服。他仿佛嗅到了商机，前世江满月大学选的就是服装设计专业，只是上大学的机会被白婉柔夺走了，上一世没有达成的梦想，这一世一定要实现。舅舅，我觉得做服装生意挺好，我支持宝珠。姐，你说真的？你也觉得做生意比去厂里上班好？舅舅、舅妈，我愿意投资，跟宝珠一起开服装店。月月，这些钱可是你好不容易要回来的，这租金可不便宜，万一这亏了钱可咋办？放心吧，舅舅，相信我们肯定可以的。况且我现在也没有工作，总不能靠着这些钱坐吃山空吧。如今眼下形势大好，不一定非要去单位，我想跟宝珠一起开服装店赚钱。舅舅两口子对视一眼，似乎是在商量着什么，然后默默地转身去了里屋。不多时，便拿着一个信封递给了江满月。月月，这是我跟你舅舅这些年来存的，一共是800多块钱。如今你也没有工作，拿着这些钱做点小生意也行。妈，你们刚刚不是还说家里没有钱吗？怎么给我用就没有钱？表姐想要开店，你们就立马拿出来了。你们真是我亲爸亲妈吗？我怀疑表姐才是你们亲生的。舅舅、舅妈，你们这钱我不能要，而且我有钱。说着，他便拿出了3000块钱和那张欠条。你们看，这是我卖工作的钱，这么多钱放在我身上也不安全，你们就帮我保管着吧。什么？月月，你真要把钱放在我这里吗？当然，舅舅、舅妈，你们是我最信任的人，这些钱只有放在你们这里我才放心。更何况我一个女孩子天天带着这么多钱，确实不太方便。看着眼前的江满月真的变了，不再是之前那个眼里只有马向阳的恋爱脑。舅妈欣慰的点了点头，没再继续推辞，默默的将钱收好。行，月月，钱先交给我保管，你要用的时候就随时给你。待把钱的事安顿好后，王宝珠便拉着江满月进了自己的房间，介绍起了自己卖的衣服。姐，这些衣服不错吧？这些都是最近流行的款式，这裙子卖的可好了，这一条裙子进价5块钱，我转手就卖7块，净赚2块钱呢。如今从省城的服装店进的货，基本上都是烂大街的款式，进货的价格高不说，样式都还千篇一律，没有一点新意。江满月的目光看到一旁蓝色的牛仔布上，忽然计上心头。宝珠，这牛仔布料能给我吗？姐，你要这牛仔布干啥？自然是用来赚钱啊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
未来几十年的服装流行趋势，他可是一清二楚。跟王宝珠约好了明天出去摆摊的时间，江满月便抱着布料往家赶去。谁知刚进门，迎面就飘来一股烧糊的味道。只见马红霞端着2盘烧糊的菜走了出来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你不在家，全都让我一个人伺候。江满月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做饭？就是，还不赶紧去做饭给我吃？看着面前两人那丑陋的嘴脸，江满月心底只觉一阵恶心。要吃饭自己去做，你是没有手还是没有脚？马红霞傻了眼，她本以为江满月会跟从前一样老老实实的去厨房做饭，想不到她竟然一反常态，开口就骂，顿时气得脸色通红。江满月，你啥意思？从前不都是你做的吗？就是，你不做饭，我吃啥？哼，吃屎去吧你！你说什么？江满月，你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看我不替我二哥好好教训教训你！